仆人的武器选择大全。这期又是我们的武器选择特刊。为了解决一下我以及各位没有抽到专武玩家的烦恼，我们来挑选一下好用的武器。本次的计算呢是以仆行中叶为模拟的队伍，但是计算的是仆人不吃拐打蒸发的伤害，因为一些武器加精通，不算蒸发就会非常的吃亏。计算的动作是战技后等待5秒，然后打2套半，在开战技叠生命之气后开大结束。首先是3星白银枪，因为有暴击率的加成，还有普攻48%的增伤，非常契合仆人欠缺的城区。虽然白值是低了一些，但是可以通过带班尼特来解决问题，算是性价比的神器，而且通用性很强，没什么限制。而到了4星当中，大多数都是条件性的武器，比如打蒸发表现不错的侠里灭城，精武的话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不打蒸发，也没有触发特效，那就很拉了。比侠里灭城在打反应上更通用一些的是风信之风，一个3.1活动送的武器，不知道多少玩家有，提供了高额的攻击力加成和一定的精通，但同样的不打反应也不太行。然后是千言长枪，这把武器呢对于队友的国籍有要求，所以我才组了仆行中叶，这样的话就能额外再提供21%的攻击力和9%的暴击率，那精1就会有不错的伤害，精5的话加上负4条，一共提供了60.6%的攻击力加成和21%的暴击率，那就非常接近5星武器和普渊的面板了，所以非常强，但是组队上就没那么自由了。但如果不组璃月人，这把武器呢也就没那么强。接着是兑换武器黑岩刺枪，免费4星中带着高贵爆伤的武器，而且外观毕业，有一把小镰刀，但是因为这个武器的被动效果很难去保持满层，所以属于理论上的王者，实战的水分很大，更不要说它需要兑换了，竞争力比较一般了。那么如果玩家买大月卡，决斗之枪就是最好的4星选择了，不仅提供攻击力和暴击率，还提供一些防御力，也算是给仆人提高了一些生存能力。另一把大月卡武器峡湾长歌也有着不错的收益，但是峡湾这把武器对配对也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月卡武器还是选择决斗之枪。那么4星结束，来到5星武器，天空之戟基本就4星武器的伤害水平，但是考虑到它有个充能词条，所以循环会快一些，而且呢还加攻速，输出也会快一些，还没什么限制，所以相比4星武器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但是同样是常驻武器和普渊，基本上词条和专武非常接近，所以伤害表现也拉开了天空之戟一大截，比很多限定武器都强。那什么时候咱们能歪一把呢？而在限定5星中，冠红这把武器呢以前没什么人用，那现在仆人大概率会带个盾，那表现就很不错了，提供了超大额的攻击力加成。这个时候再搭班尼特，攻击力是有一点稀释的，所以队伍里还是带一些能增伤的队友吧。然后是护魔之杖，护魔就比较特殊，如果压半血，那么就仅次于专武，但是不压的话差的还挺多的。考虑到实战真的去压血线的话，操作手法也太难了吧。当然护魔的生命值转攻击模型对于仆人这种只能靠自己来治疗的角色算是利好吧，至少歪到生命值词条也不算是坏事。再往后是息灾，除了高额的攻击力，还有12%的元素增伤，且释放战技以后获得攻击力加成的效果，角色在后台的时候效果翻倍，那就挺适合仆人这种需要先开战技暖场的战斗节奏。最后赤砂之杖属于条件性武器，首先呢你得换个精通杀，然后还要打反应，不然就很吃亏，打起反应来倒还是挺厉害的。但总体来说5星武器除了专武，其他差距并不算大。而在4星武器中，能选择的通用性武器就不多了，大多数是条件性武器。如果玩家氪金，那就选择决斗之枪了。剩下的零氪武器中，仆人稳定打反应，风信之风比较好，但就是绝版了。精武的侠里灭城，打蒸发的队伍可以用一下，都没有，那不如选择3星白银枪摆烂，面板还好堆一些，或者呢抽卡会外道的薄荷枪，虽然数值不高，但是还算平衡。那如果玩家能够凑3个璃月人来组队，千言还是很强的。另外呢，我想说仆人本身数值给的挺充足的，所以哪怕拿着3星武器都不需要有什么数值焦虑。好的，那么本期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